这张。这张。还有这张。老板，就要这5张，还有这张。那一共52。哎，好嘞。姑娘挑的挺认真，慢慢刮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又中了。可以啊，你这手气，但都是小奖。老板，别急。老板，你看看这一张是不是1等奖？我去，8万！下班路上，一个疯子冲到我面前，把一针管的药剂打入我的身体，然后我就躺在医院。女士，您醒了。我们医院已经为您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各项指标都显示你的身体没有问题。那个疯子把药剂注射进身体的时候，还说会让我有透视的能力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。女士，您检查了3遍都没事儿，医院有规定，不能再开单子了，您可以出院了。还真是各项指标都正常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头好疼！还有我的眼睛，怎么回事？竟然透过墙看到了墙外的人。看来那个疯子说的没错，那一针药剂让我拥有了透视的能力。妹妹小蕊的电话。喂，小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。我当然知道你在外面，房东来收租了，再不交就搬出去，赶紧回来。我别告诉我你没钱，有就行，赶紧回来。这些钱根本不够交房租的，我得想办法把房租凑齐，不能让妹妹流落街头。我的眼睛能透视，去买刮刮乐一定能中奖。老板，给我来几张刮刮乐。就剩10块的喜相逢和2块的美梦成真了，你要哪种啊？都拿出来，我挑挑。行。这张。这张。还有这张。老板，就要这5张，还有这张。那一共52。啊。哎，好嘞。姑娘挑的挺认真，慢慢刮。哎。中了，中了，又中了。可以啊，你这手气，但都是小奖。老板，别急。老板，你看看这一张是不是1等奖？我去，8万！你这是踩了狗屎运吧？巧合而已。老板，能兑奖吗？1等奖得去中心，我可以帮你兑。8万扣20%的税，剩6万4，再加上之前5张中了210，一共6万4210。老板，210给您，给我6万4就行。行，爽利。
我给你拿钱。这是6万4，你查一下。姑娘，给你个袋子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那我走了，谢谢啊。行，你慢走。房东太太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等你半天了。房东太太，这是季度房租，晚了真不好意思。还有未来1年的房租，我都提前交了。哎呀，看来你混得不错，赚着钱了。哎，赚了点小钱。行，也省得我总跑。走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小蕊，取钱晚了点儿。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还能干嘛？去餐厅打工啊。你等会儿。姐姐现在有钱，你不用去打工，好好读书，备战高考，我自己能赚，不稀罕你的钱。小蕊，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妹妹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。之前是我没能力，对不起你，让你又赚钱又打工的。停！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的是你父母，他们为了给你凑学费，连命都没有了。你在学校贪污公款被赶了出来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小蕊，千雪，怎么了？领导要把你的东西扔出去，你快来公司一趟吧。林千雪，你让开！董玲姐马上就来，你凭什么扔她东西啊？就凭我是主管，把她开除了。哼！不许扔！住手！董林，你还真敢来啊？我拿自己的东西，有什么不敢来的？哼！王八蛋！你已经被开除了，你放手，放手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拉开！妈的，你找死是不是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眼睛竟然能够看到他的动作，进行闪避。你想干什么？董玲姐，别打了，会出人命的。孙富贵，开除我认了，但要再找我麻烦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董玲姐，等等我也不干了。你这是？我是你带进公司的，现在你都走了，我还待在这干嘛？好，我有透视眼，离开这个公司照样能赚大钱。董玲姐，刚才你一把就把主管推得那么远，也太帅了吧！奇怪，被扎那一针不仅让我透视，还让我的体力也变强了。现在我也离职，刚好积累够了工作经验，好回学校啃专业课。你这丫头，你家不差钱，你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好的，学姐，我得去接小蕊了。哎，来喝，哈哈，哎，先生，这是账单。服务员竟然是个学生，还挺清纯的。陪哥哥喝口饮料啊！我在上班。装什么清纯呀？把哥哥陪爽了，少不了你的小费。住手！欺负我妹，该打！喂，多管闲事是吧？跟我妹妹道歉，跟她道歉。小妹妹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下班。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是你姐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早就不是了，一直都是。跟我回家。我不回。小蕊还在生我的气，但不管怎样，
我都是她姐姐，要努力赚钱，让她不要再这么辛苦。哎，小姑娘，难道你今天还能中大奖？万一呢？老板，麻烦给我拿这个。这张，这张，还有这张，这张。老板，我要这几张。好嘞，卡片给你，慢慢刮。中了，中了，又中了！这小姑娘怎么跟有透视眼一样，全都中了！哇，一共中了20万！老板，麻烦帮我对下奖。这个是给您的辛苦费。没问题，现在给你转。转过去了。谢谢老板。26万，以后小蕊再也不用打工了。怎么这么疼？我竟然能看到千里之外的情况。小蕊在被人为难，我得去找她。这件衣服好看，这件也不错。啊，小蕊，你的手把衣服弄脏了。穿校服的能买得起我们店里的衣服，这裙子恐怕连1年的学费都买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擦干净。擦？你擦得掉吗？这裙子2600，要么买，要不然让你家里人来赔。2600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小蕊，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了？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没钱？没钱你碰什么碰？穷鬼就是穷鬼，买什么衣服？我这有120，啊，这还有80块，加起来就这么多了。你要不要联系一下家人？我没有家人了，只有我姐姐，但是我不敢给她打电话。没有家人？那你是打哪儿来的野孩子？弄脏衣服还想赖账？住口！姐，一件衣服而已，用得着把话说这么难听吗？你是他姐，那正好，2600，拿钱。就这件，你跟我说2600，600块，你讹人，你故意骗我们的呀？谁讹人了？我店里的规矩，弄脏衣服按销售的5倍赔，2600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规矩？我怎么没看见你店里有5倍赔偿的告示？小蕊，你喜欢这件衣服吗？姐，这也太贵了。包起来。另外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已经全都录下来了。要是不想被投诉的话，给我妹道歉。小蕊，你姐好厉害啊！姐，要不算了。对不起。这个，只要我妹刚才看了的，都找我妹合适的码数，都包起来。您是说全部？对，全部。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衣服？你都多久没买衣服了？买就一次性买够。对了，你们是小蕊的同学吧？喜欢什么衣服随便挑，我买单。真的吗？那你挑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小蕊，喜欢哪件？
田小姐的30套，加上同学的，一共38531。刷卡。小阮，你姐那么厉害，你之前干嘛去奶茶店打工啊？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赚的。等等，你还要怎样？叫你们店长来。你好，女士，我叫许曼婷，是这家店的店长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？刚才你的店员说我妹妹弄脏了衣服，让她按照5倍价格赔偿。您说怎么办？我替我的店员向您道歉。您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能不能饶他这一次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敲诈可是违法的，警察会饶了他吗？女士，求求你别报警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姐，要不然算了吧。算了。他也不容易。好吧，既然我妹妹都说算了，那就算了。谢谢。他明明对我这么好，可我还是恨他害死了爸爸妈妈。小蕊怎么了？这是买衣服的钱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把钱还给你。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剩下的等我发工资了再补给你。不用，这本来就是买给你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件长裙吗？这件长裙你穿上肯定很漂亮。我才不用你帮我买。小蕊，我是你姐，给你买件衣服很正常吧？你才不是我姐，从你害死妈妈被学校开除那天起就不是了。我才不要你用贪污的脏钱买的衣服。小蕊，我的钱不脏。贪污公款的钱要是不脏，那贪官都该立牌坊了。小蕊，我没贪污，这件事我是被冤枉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一个月3000块工资的人怎么拿得出3万买衣服？是彩票，我上周中了双色球，那笔钱是彩票中心打给我的，我有完税证明。彩票，那么多人买，怎么就你中？我就是运气好。你以前从不说谎的。小蕊，半年前，学校说我贪污公款，叫来警察。我被警察带走的那天，你抱着我胳膊，问我：“姐，你是不是被冤枉的？”我没敢说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是杨佑仪。我以前天天带他来家里吃饭，你见过他，他还给你买过草莓牛奶。他想当学生会会长，就联合外联部的人转走了活动经费，栽赃我。我没说，是因为我怕你觉得自己的姐姐连朋友都看不起。同学骂我，老师嫌我，我都不在乎。可要是连你，要是你也这样想，那我怎么……我昨天看到楼下超市在卖草莓，比去年贵2块。我明天早上就去给你买，洗干净了半冰糖，你小时候能吃1碗。那这件衣服我先试试，要是不合适的话，到时候你陪我去换。好，我陪你去换，换什么号都行，我没穿啥都好看。昨天加今天中奖的钱
减去买衣服的38000，还剩下23万。唉，昨天还在愁2间的房租，今天就23万了。等我再用透视眼攒点钱，就能在金陵买套房，让我和妹妹有个家。学姐，喂，倩雪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哟，咱们小富婆还会缺钱？确实有点缺。要多少？10万。这么多，你干什么用啊？学姐，能不问吗？行，那我手机转账给你。能现金给我吗？好，我没那么多现金，那我明天早上去银行取款给你。谢谢你，学姐。倩雪这么单纯，不会被人骗了吧？这是你取的10万块。谢谢。董林，被我开除混不下去，没钱了，来银行注销银行卡。我来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取这么多，你办贷款呢？让开，我要走了。不让你能把我怼的。别再惹我。哼。学姐，倩雪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该不好意思的是我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啊，钱你拿着。学姐，等我有钱立马还你。你用这钱要干什么？我担心你被骗。放心吧，他们骗不了我的，我聪明的很。凡事小心点儿。放心。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帮我不少，我不能看着他被骗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刀疤哥，再宽限我几天，明天我借了钱我就还你啊！多少次了？当我慈善家？不，你放开我吧，他真没钱。没钱？把女儿押给我，拿钱赎人。住手！学姐，小姑娘多管闲事啊！我拍了视频，你们再不停手，我就报警了。你们再不停手，我就报警了。废物！刀疤哥是吧？我刚好认识警局的王警官，在抓高利贷，要帮你联系他吗？姓林的，5天内不拿50万，我砸你家！哼，走。小姑娘，多亏了你。学姐，这是我爸爸林大海，爸，这是我学姐董琳。小姑娘，身手不错呀。唉，我那就是瞎比划。车都被打成这样了，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爸，他们没弄疼你吧？刚才他们……没事，没事。以后别借高利贷了。爸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钱？没多少，一点点。一点点？妈前阵子卖了2套房子和铺子，我还拿了10万块钱给你在银行做利息，这还不够。你再不说，我会给妈打电话了。你别给你妈打电话，她高血压不能气。除了之前还的，我这还差900万。900万？你怎么欠了这么多啊？我手上不是有点闲钱吗？就找玉石老板去订了原料，没想到有人查他，所有的银行账户都给冻结了。我也就是里面的小虾米。这刚交完钱就被查，
是不是被人下套了？是啊，爸，你不会被那老板坑了吧？哎呀，不会，人家100多亿的家产都没了，肯定有人故意整他。我本来想挣点快钱，没想到我这后半辈子的积蓄我都搭进去了。那些人叫我们5天之内就还钱，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呀？做生意的风险果然大，可叔叔也太倒霉了。爸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再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，我去打零工还钱。叔叔，倩雪，或许我能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玉石老板的线索，事情有没有转机。学姐，叔叔，他们催收就这么肆无忌惮？嗨，姑娘，你年轻你不懂，那人背后可是下山虎李虎，金陵道上最牛的人，谁得罪他没得活。我借100万。学姐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小姑娘，你真能借这么多钱？当年我被冤枉，是你站出来帮我，这份情我得还。就算借了100万，离900万还差得远呢。哎，我认识个玉石师傅，明天金陵商厦有交流会，我这还有几十万，咱们去赌石碰碰运气。爸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啊？怎么还要去赌石啊？哎呀，都欠了几百万，不差这几十万，万一赌石运气好了，那900万都来了。我觉得行。学姐，你也疯了？不是信赌石，我能看穿刮刮乐，肯定也能看穿玉石。赌石比刮刮乐来钱快多了，之前怎么没想到？死者胸部枪伤，证件照疑似失踪的京都大学教授李明哲，生物学博士，生物医学专家。是他，当时多亏了李教授，才能让我摆脱困境。我要去祭奠他。李明哲教授，当时多亏您，我才走出低谷。您放心，您未完成的研究，我会帮您一直研究下去。你认识我爸爸？你是？我是他女儿。老大，他在那儿。你是李静雯吧？你舅舅没跟你说？说什么？你舅舅欠我们钱还不上，把你抵给我们了。什么？你舅舅欠我们钱还不上，把你抵给我们了。什么？陈花那货脸跟瓢似的，外甥女倒漂亮，带回去打扮打扮，当台柱。动手！别过来干什么呢？别怕。他妈的，又是你！知道是我还不快滚！别怕。这女的跟你什么关系？有意见。1，上午的账还没算。2，等着，老子不会放过你。没事了，别怕。谢谢。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看起来很凶吗？学姐。谢谢林叔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呀，是刘大师，是玉石行业的专家。刘师傅，这是董林。你好。刘师傅好，以后多关照。这次涉及金陵玉石产业归属，真正爱玉石的没几个，大多都是来看热闹的。金陵没有玉石大商家。金陵没有玉石大商家啊！金陵首饰业有3大集团，赵氏做钻石，梁氏做珠宝，许氏做玉石。许氏一直做着家族产业，今年呢突然遭难，上百亿的集团说垮就垮，我们也听信了他们，一下子亏了几千万呢。这次交流应该能帮到静雯吧？刘师傅，董林对原石颇有研究，您多提点提点。林老板以为我吃饭的本事是谁都能学的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翡翠这行啊，穷一刀富一刀，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哎，是，请。不就是会看几个破石头吗？学姐，你别生气，咱不稀罕他叫。我没生气，
倒是你比我还急。涨水了，滋水种，玻璃种，上好的玻璃种。试试手吧。董莲，董莲，切，还他妈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遇见你是我们晦气才对。切，怎么，穷光蛋也学别人来买赌石？会上有规定，穷人不能赌石吗？没有规定啊，看，你买得起吗？我买不买得起与你无关。你要是找揍的话，我不介意满足你。哼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走。老板，这块怎么卖？3000。这块有蓝水种类，值3000以上。5000，我买了。这位老板出5000。吴志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买石头啊，来这儿的都能买。怎么，你们能买，我不能买？这位先生说的对，价高者得嘛。对嘛。老板，你没事。来，刷卡。老板，那这块2000、3000，刷卡。吴志勇，你恶不恶心？恶心什么？我买石头。这块6000、7000。这块1万、13000。全都是蒙头料，没好东西。您别冲动，有钱烧的吧？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65万。学姐，65万太贵了。这蒙头料子要65万，老板这是疯了吧？多少？你故意的吧你？卡给我。怎么不买了？谁不买了？吴少。我买了。你真买？我买。两位要切开吗？先切我的，来。出蓝水种了，这就发了。看见没？这就是你刚开始想买的那块料，可惜被我截胡了。也就这一块有余，后面都是我特意挑的废石。切第二块。切！还切不切了？切，全都切！吴少，这可剩最后一块了。切，全给我切了！没东西啊。太棒了，他们的石头全是废的。我亏70万算什么？你那块废石头亏65万，你赔得起吗？吴少，你放心，他选的这块大料连块玉渣都没有。切吧。来。没水头啊！我就说什么都没有吧，65万买块垃圾，你可真是大方呀，董林。
切深点儿。还是没水头。垂死挣扎有意思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一块垃圾。再切深点儿。再给它切深点儿。有水了，水头足得很。这是玻璃种吧？哇，透明度也太高了吧！还有飘脆极品玻璃种。没错，这是极品玻璃种飘脆。太棒了，我们赌赢了。你不是说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吗？这是啥？这蒙头料也没有个准头啊！挚友，别在这儿丢人。你就是走了一狗屎运。有些人就是眼瞎，放着宝贝不买，偏买一堆垃圾。你，吴先生，我这儿还有一块蒙头大料。我蒙你大爷蒙！走，我石头。兄弟，这石头卖吗？我出300万。哼，我出500万。孙瘦子，你疯了？万一开不出来绿怎么办？以我的眼力，这料子绝对不止表面这点绿。孙瘦子，你疯了？万一开不出来绿怎么办？以我的眼力，这料子绝对不止表面这点绿。两位老板别急呀，我还没切完呢。你还要切？不是，姑娘，赌涨了就见好收啊，再切万一。换个面儿，继续切。您确定？继续切。切。我开着透视条的石头，玉的位置我比谁都清楚。极品玻璃种哪有那么多啊？估计就切口那一点吧。急什么？才切一半。继续切。哎，你瞧瞧，我就说嘛，我的眼光。有了，极品飘脆玻璃种，还没裂纹。我的天，真出了！我出1500万。2000万，老子出2000万。2000万？这之前才65万买的呀。3天前还愁房租，现在2000万，跟做梦似的。稳住。3天前还愁房租，现在2000万，跟做梦似的。稳住，还没结束呢。孙老板，我店里那块玻璃种不如这块，您让给我呗。哎呀，陈胖子，价高者得，我出2500万。我出3000万。两位老板别急，还要继续切。还切呀？多开几个窗口，几位老板买的放心，不是吗？6000万，6000万。梁氏少东家梁天磊，我还想当镇店之宝呢，这下没戏了。6000万少了。你想要多少？8000万。8000万？8000万，太多了，这还有2个面还没切呢。这2面切开可就不止8000万了。你觉得我会卖吗？我可以出更高价格。我只开4面，少了8000万免谈。这2面切开可就不止8000万了。你觉得我会卖吗？我可以出更高价格。我只开4面，少了8000万免谈。小姑娘，知道梁少是谁吗？梁氏集团现在的总裁。我不管他是谁，少于8000万。免谈。8000万，我买了。
签完合同，钱打到我账户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签完合同，钱打到我账户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爸，怎么样？挑到好石头了吗？什么好石头？唉，学姐刚才挑了块石头，卖了8000万。什么？8000万？我骗你干嘛？就吹吧，除了玻璃种翡翠，什么原石能值8000万？简直是耸人听闻。就是玻璃种，还带飘翠的，还带启莹呢。啊？真的？董林，你真的开了一个飘翠的玻璃种，卖了8000万？运气好而已。哎呦！喏，不信你看。哦，真的呀，姑娘，你的眼力真好。什么眼力？飘翠的玻璃种万中无一，纯运气。一个愣头青，哪有什么眼力？什么眼力？飘翠的玻璃种万中无一，纯运气。一个愣头青，哪有什么眼力？刘师傅说的对，的确是运气好。我本来只打算赚1-2千万，没想到遇上了玻璃种。运气那也是实力啊，我怎么就没这么好运气呢？哎，爸，您不是带了大师吗？怎么没帮你挑一块好石头？你小孩别乱说。哎，林老板，那有块好石头哦。这位先生好眼力，这块石头是从缅甸运回来的高冰种翡翠，透明度只比玻璃种差一点，价值连城啊！你说高冰种就是高冰种，怎么看不出来啊？你看这水种多足，透明度是不是比玻璃种只差一点？这还不是高冰？就算不是高冰种，也绝对是相当不错的冰种了。我不喊虚价，80万拿走。我只有30万。林老板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老板，能不能少点儿？减5万，75万。75万，太高了，我也买不了。放心，这里面的冰种翡翠最少值600-700万。爸，之前欠学姐的10万块钱还没还呢。挣了钱，一块还吧。林叔想用钱，我借，但是这块石头不太行。啊？这开窗料就表面一点玉，里面全是石渣，买了必亏。你懂什么？这石头里面可是冰种，我看了几十年还能出错？这些蒙头料能开出东西？蒙头料10块里面11块都没东西，你放着开窗的料不要，偏偏要那蒙头料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刘师傅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学姐刚才就是蒙头料开出的玻璃种，卖了8000万。那是走了狗屎运，他还能次有这个运气？哎，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啊！小孩子，他可不是小孩子，他是不想借钱罢了。买蒙头料，他不用借几十万，他就是怕你还不起钱。林叔叔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怕你买这石头亏。什么？你说亏了？我看石头几十年了，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小丫头？林叔叔想要钱，我借。不如再带几块蒙头料，不贵。不用，蒙头料纯属是浪费钱。刘师傅说的对，没必要浪费。千雪，认识这么久了，都没送你过什么东西，不如送你块石头怎么样？不用，学姐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，我不好再收你礼物了。怎么，这么看不起我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
这块怎么样？学姐，你不用送我礼物了。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3000。谢谢学姐。好。千雪，你一直拿着干什么？放那儿吧。哦，好。哼，先前还赚了8000万，送礼物就送块破石头。林老板，你女儿这个同学也不是什么大方的人呢。送石头怎么了？我还挺喜欢这石头的。老板，切开吧。别急，我来给他画一下，沿这儿切，别伤到里面的玉。您放心，我们手稳得很。这第一刀没事儿，继续。这第一刀没事儿，继续。我操！完了！妈的，全完了！爸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咱全部的钱呢！爸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办法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林叔叔，千雪还有块石头没开呢。开了窗的都开不出东西来，这蒙头亮他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？爸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办法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林叔叔，千雪还有块石头没开呢。开了窗的都开不出东西来，这蒙头亮他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？拿回家就当个念想。这石头不大，切开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你想开啊，就开吧。沿中间这条线切。我可先声明啊，开不出玉可不赖我啊。好。林老板，这开窗的料都没开出来，这块蒙头玉还能有什么希望啊？有水啊！爸，真的有水吗？有水，面积还不小呢，不是普通水种，是高冰。真的是冰种啊！开出冰种来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巴不得我们开不出来吧？开另外一边。这边也有水，切缝里反光。林老板，这边也是高冰。呀，高冰比刚才的还好，5裂纹，整面都铺满了。爸，咱不用愁了。小雪，咱们发财了。1500万，我买这块石头。1600万，我买了。1900万，我加钱。少爷，石头都切好了，33斤剩12斤，出的全是玻璃种，还有5斤飘翠。不亏，就是比想象中少点，有点失落。我早猜到了。啊，您猜到了？要不然他不敢切开那2面呢。您是说他早就知道那2面没种水？不然呢？可这也没有切了呀，他怎么知道？他一共切了2块石头，一个是玻璃种，一个是高冰种。2块都是顶级种水，这运气也太好了。你真以为只是运气？您想招揽他？自从许家垮台后，咱们的鉴定师被赵家挖走了大半。赵伯清请了缅甸10王的张眼师傅。如果这次交流会上再让他们赵家抢风头的话，
我们就拿不到金陵的玉石代理权了。所以你想招他？有本事的人为什么不招呢？走，去试试。董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梁少，董林和梁少认识？我也不知道。董小姐，今天在现场一共买了2块石头，都开出了上好的翡翠。董小姐这眼力真是非同凡响啊！阁下说笑了，运气好而已，谈不上什么眼力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但不知董小姐可否与在下合作呀？合作？董林，梁少要跟你合作。我都说了，自己买石头全凭运气，可没有帮别人看石头的本事。梁少找我，怕是找错人了。董小姐不必自谦，我相信董小姐。林叔，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回去吧。董小姐，咱们的合作……不好意思啊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对玉石一道更没研究，可不敢误导梁少，还请梁少另请高明吧。我们走。董小姐，我知道您一定懂玉石。不好意思啊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对玉石一道更没研究，可不敢误导梁少，还请梁少另请高明吧。我们走。董小姐，我知道您一定懂玉石，我也不奢求您帮我看多少石头，我是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，您可以帮我指点一下。您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提。梁少，我真的不懂玉石。我们走。董小姐，查查董小姐的资料。是，梁少。走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学校学生会的董会长吗？好久不见，董会长。学姐，你冷静点。赵伯兄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切，赵公子是赵氏集团的副总经理，还是这次玉石大会的主办方之一。这位小姐的问题倒有点意思。学姐，我们走，太晦气了。难得遇到学校的老同学，不能急着走啊，总得叙叙旧吧。学姐，你……赵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学姐，我们走，太晦气了。难得遇到学校的老同学，不能急着走啊，总得叙叙旧吧。学姐，你……赵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干什么？叙旧，握手不是基本礼仪吗？董林，我以为你半年前被学校开除了，躲在角落哭呢。没想到胆量长了不少啊！逆境确实会让人成长，我还要多谢学长当年的照顾呢。各位来宾，此次石王展11点整即将开始，请向看台靠拢。董林，第一次能躲过去是运气，第二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学姐，我们去看台吧。走吧，看看石王长什么样子。各位来宾，此次石王展由海南商会主办，由赵氏集团、梁氏集团共同参与。此次参展的15块原石，皆来自缅甸石王家族，由梁氏集团、赵氏集团各派出5人选石切开，由南海商会鉴定价值，分出胜负。那是玻璃种金丝，怎么还有花青种？这也配叫石王？各位稍安，此次参展的15块原石啊，皆表里不一，有些外表看着是花青种，实际上切开呢是玻璃种；有些看着是玻璃种，切开又是干白种。这也是比赛的乐趣。这蒙头料理居然是帝王绿，这场展有点意思。请梁氏、赵氏鉴定师上台。孙大师，您请。哎呦，梁少，
我这肚子疼，我要去趟厕所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回来。孙大师，您这是？哎呦，我去趟厕所，你们先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孙大师怎么跑了？孙大师说他肚子疼。放屁，他就是看对手是狮王周大师，直接吓跑了。梁少带的鉴宝师傅都吓跑了，这还怎么比？梁天磊，你的鉴宝师傅都跑了，要不你直接认输吧，也省得丢脸。孙大师只是肚子疼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行了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大的鉴宝会，让我们这么多人等，你觉得好意思吗？别闹了，要么你现在派人上去，要么直接认输。那个玉石的销售权就归我们赵家了。好，赵不休，这一次我认栽，别得意太早。主持人，这一次比试，我们梁家。慢着，董林，你捣什么乱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怎么没有我的事儿？我就是梁少请来的鉴宝师，孙师傅不在，我上台帮他鉴宝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闹了，你就是一个学生，你懂个屁的鉴宝！快宣布结果吧！慢着，董林，你捣什么乱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怎么没有我的事儿？我就是梁少请来的鉴宝师，孙师傅不在，我上台帮他鉴宝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闹了，你就是一个学生，你懂个屁的鉴宝！快宣布结果吧！慢着，赵不休，董师傅就是我请来的师傅，孙师傅不在，我就让他帮我鉴宝。梁天磊，你确定要请他是吗？我爱请谁就请谁，你管不着。哼，好，既然你不想体面的输掉比赛，来找一个跳梁小丑贻笑大方，那我不介意，让大家都看看好戏。谁笑话谁还不一定呢，别得意了。董小姐，对面可是赌石王周大师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，稳赢。多谢董小姐。这样，如果赢了的话，我们赵氏集团把今天开到的石头都送给你。今天不只是帮你忙，我跟赵伯修有账要算，今天只是收点利息。今天不只是帮你忙，我跟赵伯修有账要算，今天只是收点利息。你们华夏没人了吗？派你一个小丫头过来跟我比试。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往这儿跑，是想死在这儿找人讹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，嘚瑟！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别那么多废话，挑石头吧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主持人，我选好了。这位小师傅，这可是很重要的事，可不能草率啊！你看看周大师是怎么选的？老头儿，还没选好啊？你也不行啊。这样吧，你也别选了，一共15块石头，我选了5块，剩下10块都给你，怎么样？你个小丫头，看不起我！一共15块石头，我选了5块，剩下10块都给你，怎么样？你个小丫头，看不起我！是你先看不起我的。怎么，我5块跟你赌10块，你还不敢比吗？这是比赛，你不能这么让他。是他自己狂的，周大师，我答应他。邵不休，别太过分。是董林自己找死，我凭什么不满足他？周大师，反正他已经挑好了，剩下的你也不用挑了，直接开始吧。小丫头，看都不看，直接选，还敢这么嚣张？你会后悔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让解释师傅解释吧，我赶时间。哎呀，还在切？
这还有比的必要吗？比赛结果很明显，是董林小师傅选的翡翠价值更高，远超周大师选的石头，所以这场赌石对局是董林胜。这不可能！他就选了那么几块，怎么可能全是帝王绿？你们跟他合起伙来作弊是吧？赵公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比试是公正的。你要是有疑问，可以问一下周大师怎么选的石头，连个年轻人都比不上。姓周的，你是不是收了梁氏集团的好处，故意坑老子？你个小崽子，老子一世英名都被你毁在这个赌局里，我还想说你坑我呢。你个小崽子，老子一世英名都被你毁在这个赌局里，我还想说你坑我呢。赵不休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啊？明显董林的水平要比周大师强多了，还自称赌石王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赵不休，从今天开始，金陵的玉石受理权就是我们梁家的了，多谢啊。董林，咱们走着瞧，咱们没完。师姐，太棒了，竟然把周大师给打败了。也不看看我是谁？这些翡翠怕是要值不少钱呢。这些冰种、糯种还有帝王绿，这些加起来价格至少20亿。这些翡翠怕是要值不少钱呢。这些冰种、糯种还有帝王绿，这些加起来价格至少20亿。恭喜董小姐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真给啊，梁少爷，这可是20亿耶。虽然我也肉疼，既然我已经把话放出去了，就要说到做到。再说20亿交一个董小姐这样的朋友，我觉得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梁家拿到了金陵的玉石售卖权，以后赚钱的机会多的是，我还得谢谢您呢。不用客气，你要是真感谢的话，就把这些玉石收了，折算成钱给我。好的，董小姐，我这就给家里打电话，给你把钱备齐。谢雪，走吧。张警官，你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？现在小学生都用曲面屏了，他居然还在用那种老手机。警官，这是我刚才在家发现的，不知道是谁放在这里的。我先带回所里登记，有线索了告诉你。警官，这是我刚才在家发现的，不知道是谁放在这里的。我先带回所里登记，有线索了告诉你。10万块钱没了不要紧，可他不肯收来历不明的钱，这帮忙可太难了。舅舅，钱呢？什么钱？你别装，刚才有人送过来的钱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把钱给我。警察拿走了。你现在去警察局把钱拿回来，就说这钱是你攒的。不行，那是不明财物。张警官知道我没那么多钱。我命令你现在就去。要去你自己去。
翅膀硬了啊！忘了小时候供你吃供你穿了。是外婆供的我，你只会啃老赌钱，把外婆气死。要不是老子同意你住家里，他能供你？你还有脸说这个？要不是老子同意你住家里，他能供你？你还有脸说这个？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住手！你谁呀？你爹！你也算是个长辈，也敢打他！李靖王，长出息了啊！领个外人来欺负你舅舅，你这种周扒皮也配称为舅舅？早就该有人制止你了。好啊，给老子等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习惯了。你手受伤了？没事儿，刚才拽他的时候蹭的，小伤。我家有纱布，我帮你包一下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你坐吧。静雯，怎么了？你家怎么会有这个微型摄像头？这是程华装的，他怎么敢？报警吧，这种偷拍罪够判他半年了。算了，舅妈有糖尿病，表弟又刚上小学，他要是被抓了，他们娘俩就真没法活了。你爸爸帮过我，我也想帮你。你舅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跟我走吧。或者你也可以不跟我走，这样我给你一笔钱，1个亿怎么样？你就可以换一个城市自己生活。给我1个亿？你疯了！你这个家太危险了，不能待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1，你跟我走，我保护你；2，我给你一笔钱。你选吧。我跟你走。不选1个亿，选跟我走。看来你心里还挺相信我的。不是，我是不相信你有1个亿。你比我妹还会气人。走吧。你怎么在我家？董小姐，今天冒昧登门拜访，是有些事要跟你说。姐，别生气，是我让他进来的。小蕊，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来我们家？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？姐，你别那么大火。你身边的这个人是谁啊？哦，这是文文，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下了。啊，住下？姐，你刚才还说不让陌生人进来呢，结果你直接带回来一个。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。文文，没事儿。怎么还赖着不走？董小姐，有些事情想和您商量，不知道能否借一步说话。小蕊，带着文文去你屋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董小姐，您在赌石方面的天赋已经超过了狮王周大师，我的父亲很欣赏你，希望能邀请您来我们公司做赌石顾问。董小姐，我们不会让你白忙活的。这样，如果你到公司任职的话，给你公司5%的股份，别嫌少，我也才5%，而且开出的翡翠都按利润的20%给您做提成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董小姐，我查到您和赵伯修有些过节，他们赵家家大业大，一定会报复你的。董小姐，我查到您和赵伯修有些过节，他们赵家家大业大，一定会报复你的。我们梁氏集团不怕他们，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梁氏集团，我们就是您最坚强的后盾。多谢梁少的好意，但我跟赵伯修的恩怨，我想自己解决。
而且我也不喜欢帮别人做事，我感觉有点受制于人的感觉。看来我们梁氏集团是没有这个运气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董小姐，告辞。我赚了点钱。多少？姐，原来你真的有1个亿，还是好多个亿？后悔没选1个亿了吧？那倒不是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之前运气好，赚了点儿。我想做点生意，跟刚才那个朋友。你不是刚拒绝他们的合作吗？你听到什么了？风吹过来，听到一点。姐，我相信你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。他没问我要做什么，没问危险，可我知道他懂了。半年前我躲太久，躲不过，不如拼一把。吃吧。梁总，你们买原石只是为了控制成本，可市面上的玉料价格贵，是因为供应商要覆盖原石风险。你们自己买原石，赚的不比直接买玉料多。董小姐一个外行，看得到透彻。我们公司自己购买原石，开出来的玉料以低于市场价卖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用玉料直接做成品，不用担任何风险。他的本事能把风险降到最小，要是从他这买玉料，我们不但不担风险，还能赚更多。可这样一来，我握不住他，梁氏还可能受他辖制。可要是我们依赖了你们的原石，哪天你断供了，梁氏怎么办？可要是我们依赖了你们的原石，哪天你断供了，粮食怎么办？我又没说你们只能从我这进，粮食的购食渠道保留，你们随时可以自己进原石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价格呢？市价70%。太高了，50%。70%，这是最低底线。70%虽然比市价低，但比我预期的高。可他的本事，我可以在梁氏挂个玉石顾问的名头，每年看15块石头，每块利润在1元以上。你这话当真？我从不说没把握的话。我还是小看董小姐了，你这商业头脑，我服了。你同意了？同意，要不然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名字按你说的做了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一品玉叶，正合适。这个铺子啊，以前是许氏的，但他们刚装修好就出事了，我买下来给你当公司，1500平，后面还有350平，给你当库房。这周围啊都是玉器商，大头给梁氏，小头卖给他们正好。玉带环腰的格局，你倒是懂风水。什么风水？我就是觉得地理位置不错，左边呢是金陵河，右边通市中心，还挨着新干线，人流多，确实是好位置。对了，还有几辆车给你，2辆卡车运原石，阿尔法接一些普通客户，宾利嘛就接重要客户，还有1辆迈巴赫给你自己开。你们有钱人的生活都这么高调？高调什么？京城那些少爷哥们儿都玩飞机玩游艇，我这小打小闹的。哎，对了，金陵银行的那批许氏原石，公司拿来开了，拿过来做第一桶金。走。金陵银行的那批许氏原石，公司拿来开了，拿过来做第一桶金。走。打死，往后倒。
打死，打死，往后倒，倒，倒。才20分钟就停稳了，你这学习能力够强的。还不是你一直在那儿唠叨什么看左后视镜、慢打方向盘，差点把我耳朵烦麻了。走吧。董林，我跟经理说好了，你先在 A 区逛着，我去 BC 区开证明。好，你去吧。哟，姑娘反应真快，不是嘛？10多斤的石头，说接就接。姑娘，多谢你，差点砸到脚。你俩小心点儿，这石头沉。姑娘也是来买原石的。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观察了半天，才挑中这块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不错？这块是不错，但我觉得那块更有意思。证明开好了，先走了，走吧。哈哈哈。小张，把那块拿上。童林，怎么感觉像我跟你打工似的？你可别说这话，我是赚了不少。你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拿原料做成成品卖出去，你赚的也少不到哪儿去。哪有你卖的快啊？你石头一切开，几分钟就卖了。我们做成物件啊，还得好几个月呢。这可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。你要是觉得不好卖，我可以卖给别人。别，我就发牢骚。我们梁氏还是囤得起几10亿的石头。童林，以咱们的关系，你妹妹就是我妹妹，她的人身安全我打包票。李虎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从现在起，校里校外没人再动她一根头发。姐，最近老师变温柔了，那些不良少年也没有调戏过我，是不是？没错，都是我安排的。谢谢梁少爷。叫什么梁少爷？见外叫天磊哥。哥，叫吧。谢谢天磊哥。真乖，前2天忙合作也没给你礼物，今天给你补上。姐，收下吧。谢谢天磊哥。几千万的东西，好好收着，别弄丢了。啊，要几千万啊！董林识货，这个确实价值不菲。董林识货，这个确实价值不菲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上晚自习吧，等会儿我去接你。姐，天磊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梁少，合作归合作，你要是打我妹妹的主意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董林，你把我梁天磊想的也太下作了吧？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送妹妹一条手链，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杨天磊年少多金，像极了电视上的花花公子。要是打我妹主意，我绝不会同意。不是最好，我们的合作关系别因为琐事而破碎。我承认咱妹子漂亮，但我有操守，我有未婚妻，我绝对不会对合作伙伴的家人下手。看你送贵重物品才误会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该相信你合作伙伴的人品。大地集团总经理孔云涛今日下午于南海机场被捕，被捕原因尚不明确，或与豆腐渣工程有关，多名高管被传唤。这么快就被抓，华夏宣传署署长果然雷厉风行。那老人看着温和，没想到做事这么果断。大地集团出事，我们集团也受影响。南海商会理事职位要空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抢。
孔云涛帮赵博修，没人跟你抢，对你来说是好事儿。可我没资格争，但也落不到赵氏手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李静文，笨手笨脚的，住手！啊？你干什么？笨手笨脚的，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对不起了各位，员工的失误，给大家带来麻烦了啊！他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已经道歉了，不要不依不饶了。梁少，梁少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他，低血糖还不好好拿东西，把酒都摔了。低血糖？对不起，主管，刚才我有点头晕，想找您请假。招你来是让你来上班的，让你来偷懒的吗？谁干的？你掐的？我看他精神不好，给他提提神。我看你也没什么精神，给你也提提神。你敢动他？这就是你们家员工？李主管，你敢动他？这就是你们家员工？李主管，我记得咱们公司不允许领导体罚员工吧？孙经理，体罚员工的禁止你清楚，收拾东西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这是您的朋友？看不出来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代表我们餐厅向他道歉，这2万块钱是一点心意。谁稀罕这2万块钱？静雯，以后别委屈自己，跟着姐干。谢谢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用说谢。你好，我是董林。是你，之前买衣服的董小姐。你是许老板啊？我叫许曼婷，今天是来面试的，没想到你是面试官，还真是巧了。坐吧。还真是巧了，坐吧。许小姐之前不是开服装店的吗？怎么想换行业了？我的服装店已经关闭很久了，我也不是什么许老板了。真是可惜。据我所知，那家店开了好几年，生意也不错，怎么不继续了？因为欠银行的外债太多，所以就被收走了。你这么年轻，欠这么多？唉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，里面有我的工作经历。剑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，许氏集团副总裁。这个许氏集团是？许氏集团刚倒闭大半年，金陵人应该都还没有忘记吧？你姓许，又是副总裁，难道？我是许淑萍的独女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半年前许氏集团刚倒闭，我当时处理事务的新闻还在，你可以去查。你以前是副总裁，怎么去开服装店了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时装，在任职时就顺手开了2家，之前集团倒闭的时候就暂时经营，后来服装店被收走，所以就来找工作了。以你的学历和经验，去上市企业都没问题，怎么会来我这座小庙？金陵的大公司从来不缺人才，没有适合我的职位。华夏那么多大公司，甚至外企，这待遇肯定都不会差啊。我欠银行太多钱了，所以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不能出国，
也不能离开金陵太久。意向职位是总经理，那我公司现在最高的职位就是总经理，这给你了，我做什么？坐着数钱不好吗？没想到你还挺有自信，要真能让我无忧无虑的数钱，这总经理给你也行，但现在不行，只能是副总裁。你的意思是我面试通过了？面试 OK， 但是这个意向薪资得改一改，你要月薪30万人民币加公司1%的股份，现在公司刚开起来，我负担不起。我每个月要还20万。那这样吧，每个月给你25万薪资，没有股份，给你半年试用期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你所有条件我都答应。行，谢谢。欢迎加入一品玉业，合作愉快。欢迎加入一品玉业，合作愉快。招人的事儿交给你，招聘要求没忘吧？董总放心，我下午就发布招聘启事。好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。好。董总，房间已经收拾过了，家具都是按您要求挑的，要检查吗？不用了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对了，张哥。您说。帮我找一个酒吧，位置好，能马上营业的，越快越好。交给我就可以，明天我一定给你消息。这些菜也太香了吧！香，你一会儿就多吃一点儿。今天乔迁，咱们喝几杯。干杯！祝姐公司开张大吉，挣大钱。那我也祝你和小文学业有成。干杯！干杯！吃吧。董林，你怎么在这？赵公子什么时候改做保姆了？这么关心我的行程，我可没请你啊。我只是觉得你不适合在这里。董林是我梁氏的合作伙伴，我邀请的。哎呀，你梁公子，这地不太平啊。改天让主人修修。少爷，我给您擦。给我看！天磊哥，明瑞，你也来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苏明瑞，圣皇集团的二公子。这是董林，我的合作伙伴。这是董林，我的合作伙伴。林姐您好，你刚刚可是太牛逼了。你认识我？何止认识，您刚刚恶心赵伯修啊，我可全程看见了，在整个金陵市找不出第二个比你更厉害的人了。他跟赵伯修有过节。话说也是，当年他在酒吧想追我姐，我本来想找人教训他，结果反倒被他手下给打了一顿。别气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董林，给你介绍个新朋友，友谊。董林，好久不见，杨同学。你们认识啊？大学同学。杨氏集团的千金是你的大学同学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说过呀？只是同学而已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天磊哥，快过来，给你介绍个人。稍等一下，我去就回。你怎么会来这种场合？我去哪儿，还需要向你报备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好奇，你怎么会和梁天磊认识啊？哼。天磊哥，这块表可是你最喜欢的限量款，你就这么舍得啊？舍得个屁！身上没别的东西了。哎，对面李兆堂是建业集团少东家，
和赌王儿子是同学，在奥城做过荷官。这些人是谁？他呀，一个外地来的公子哥，为首的就是他。陆爷，胡乱呐，这不适合你，咱们走。我想待在这儿。金陵的少爷就这点本事，全输光了。李胜赌技了得，我可不敢自取其辱。赵伯兄，你身为金陵人，你居然帮着外人来挤兑自己，我这是有自知之明，可不像某些人。你说谁嘴硬呢？我们至少敢站出来说话。你这表1700万，不过我压在李少这儿，你们要是赢了，这表归你们，我输得起。苏明瑞，冷静点。林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还是我来吧。你们要是赢了，这表归你们，我输得起。苏明瑞，冷静点。林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还是我来吧。这是林姐，我朋友。林姐，李兆堂刚刚连赢7把，赵伯修还帮着外人挤兑我们，这……你们有把握赢一局吗？没有。那就别说话。东林，你连骰子都不会，哼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。哎，我说赵伯修，你帮着外人来挤兑我们就算了，你还有脸笑？董小姐要加入吗？按规矩，先拿筹码。我没了，我妈给我的玉坠我刚都输了。你们还有筹码吗？都输光了，筹码都没有，都赶紧滚！谁说没有？这个，你干什么？这个，你干什么？李少，我觉得规矩得改改。董小姐想怎么改？你摇骰子，我猜大小，连猜5把，全中算我赢，输1次算我输。如果全中的话，车上的所有东西归我；如果我输了，这手链归你。5次全中，怎么可能？林姐，你疯了！放心，我有把握。行，就按董小姐说的来。大。嚯，林姐呀！嚯，林姐呀！小。林姐刚在偏头，莫非是在听骰子？扯呢，你以为是赌神啊？小。林姐，你真能听骰子？改天教我。林姐来吧。我猜不出来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这骰盅里只有2颗骰子，另外1颗骰子在你手上。如果我喊小，开盅时你撇个6，就是大；如果我喊大，开盅时你撇个1，开盅时你撇个6，就是大；如果我喊大，开盅时你撇个1，就是小。这我怎么猜？林姐耳力非凡，我认输。太牛了！刚才我捏了把汗呢。林姐，这些都是你赢的。大家都把东西拿回去吧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我本来就是为了帮大家赢回来才赌的，物归原主吧。嘿嘿，林姐高义，真君子也。杜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赵公子，你拿我的东西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说了。赵公子，你拿我的东西还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说了，你赢了就物归原主啊！这话是我说的，可这是对他们说的。他们是我朋友，我帮他们把东西赢回来，这块儿是我的战利品。
刚才是谁拍着胸脯说输了我认呢？那可不，1000多万的输掉。行，咱们组织瞧。自己说话不算数，还赖别人。哼，林姐，你不但会赌石，听骰子的本事也是一流啊，直接吓得李兆堂服软了。什么？林姐，你还会赌原石啊？那可不。这房子是我按照你喜欢的风格给你装修的。你的书房里面藏书，我已经给你把类别分好了。小文在阳台给你种了薄荷。一品玉业金陵凤公司的项目，我和小蕊帮你盯着，营收报表已经发你邮箱了。这几年，他带着一品玉业拓展海外市场，从玉石原料到高端珠宝设计，品牌遍布全球。而支撑他一路前行的，正是这份团聚的期盼。刚好我大学选了珠宝设计，这是我最新的作品，我打算加入咱们公司的年轻设计师计划。我考取了金融分析师证书，以后可以帮你打理海外资产，咱们的玉石基金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了。我考取了金融分析师证书，以后我可以帮您打理海外资产，咱们的玉石基金啊，也可以扩大规模了。好，以后一品玉业就是我们共同的产业。小蕊，天磊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蕊，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一个永远不用再吃苦、不用再委屈自己的家。以后你的设计，我来为你保驾护航；你的喜怒哀乐，我来替你分担。叶小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傻丫头，按自己的心走就好。我愿意。小蕊，敬团聚，敬我们迟来的幸福，敬我们，干杯！